你要出差啊？对，出差。方律师，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呀？关于我离职的事儿，咱们还没谈清楚呢。我以为我已经把律所的态度说得很明白了，你请回吧。我的律师已经去见宋哥了，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好。谁叫你把这个人放进来的啊？天伦乾坤不欢迎这个人。何经理是顾律师陪他一起来的。谁？顾念。哎呦，嘿嘿，嫂子，好久不见，何经理。我刚在楼下看见方旭了。哎呀，真没想到这点小事还惊动您了。方旭是我的朋友，他被你们无故辞退，我有必要帮这个忙。我无意冒犯啊，但是我们辞退方律师的行为呢，是完全正当而且合规的。就因为那封匿名信吗？你怎么能证明那封匿名信就是方律师写的呢？当然，但是那里边牵扯到一些律所的内部信息，我不愿意透露。这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我是人事经理，全律所人事相关问题，我负全责。也包括相应的法律责任吗？什么意思啊？你刚刚代表你们律所拒绝了与我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开始启动诉讼程序了。咱们法庭上见。顾律师，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至于来真的吧？哪儿说哪儿了啊？哎，别生气了，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你能做得了决定你就扛，如果你做不了决定，就让能做决定的人来找我。对，程总您放心，您的劳动争议案件还是由我来负责，只不过具体的内容可能会交给下面的人去执行。对，您放心吧。借您吉言，等升了合伙人请您吃饭。好。下面一项是我们集中讨论是否升任顾念律师为本律所合伙人的议题。各位大佬都在，咱们开诚布公，我就先表个态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晋升顾念为合伙人不合适。你的理由是什么？顾念律师的业绩一向很出色，而且近半年也给律所带来了很多客户，职业年限也够了。本次升任合伙人，我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那还讨论什么？都理所应当了，还讨论？你看我还没张嘴呢，你先把我嘴封上了。那你不一直在发言吗？你继续吧。是顾念近半年来啊，是给律所拉来了很多的新的客户，可这并不能预料这些客户到底能跟他多久，未来2年他是不是能够继续拉来新的客户，更不能确定他未来会不会给我们律所带来足够的收益。我有句话不该说啊，我觉得其实顾念他带来收益的同时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多的麻烦啊！他和宋嘉诚离婚之后，天伦乾坤家庭法律部一直在私下里和我的客户联系，已经偷走了很多案子了。我这话我就一直没好意思说。你是觉得宋嘉诚一直在针对你？他针对我怕呀，他是在针对尹胜和。之前蒋淑仁和方旭上门来恶心他，现在又拿我的客户下手，这说明什么？说明宋嘉诚的疯狂报复已经开始了。他为什么要报复啊？我们谁得罪他？你得罪他了？对呀，我们谁都没有得罪他，得罪他的是顾念。
因为宋家辰的前妻顾念正在和我们宜盛和的创始合伙人封主任在，是吧？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我想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顾念跟宋家辰无论是在婚姻关系还是在情感关系上都已经彻底结束了。所以，即便你刚刚说的那个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也是宋家辰一厢情愿的事情，顾念并没有错，所以这个事情不应该由他来承担后果。那更不应该由我们承担后果。你们在情感呀、婚姻处理的问题不大，那就影响我们律所的正常运营，这不合适吧？你这帽子扣的有点太大了吧？我哪句话是帽子？我在陈述事实，兄弟。你们评价一下，我扣帽子了吗？啊，没，是不是啊？现在这个时候，你们非得哭着喊着把顾念升任为合伙人，这不是明摆着跟宋家珍开战吗？这不没事找事吗？我们开门做生意，我们犯不着去惹那麻烦，是不是？就是没有这必要。你宋家辰、顾念，你们三个人扑朔迷离的这种感情关系，是你们三个人的事情，我没关系，不要把我们牵连进去，好吧？我们为什么非要把顾念升任合伙人的事情跟宋家辰扯上关系？这跟宋家辰没关系。好，那我就不说宋家辰，我说你，说这件事和你和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你看，你和顾念，你们正在谈恋爱是吧？未来，就很有可能成为一家人。也就是说，你们两口子都成为了合伙人，意味着在未来，我们合伙人行使权力的权重，你们明显大于我们。这叫什么了？啊？那以后律所做什么样的决定，还不是你们两口子说了算？这叫什么呀？啊？夫妻店嘛。那这你说的，我可没说。这搞不好，宜盛和最终都要改名叫念盛和，就说不准。你这话就有点胡扯了。我们律所的合伙人制度在当初设计的是非常合理的。即便我跟顾念以后结婚了，即便我们两个人都成为合伙人，那么你说的这些事情也并不会发生。你们所有在座的人都很清楚这点。制度是人定的，是人执行的，可是人心叵测。当初我们大家谁想到了未来我们合伙人当中会出现两口子啊？你们想到了吗？所以嘛，无论如何，我反对在本律所开这个先河。那你的意思是，无论顾念的工作表现如何，反正永远都不能晋升他为合伙人，是吗？这对顾念公平吗？为了大多数人的公平，牺牲特殊个体的公平，才叫真正的公平。因为所谓的特殊个体，你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没有得到的权利，比如你的爱情。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再吵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人没有吵。既然今天是一人一票，那我们就以民主的形式来决定是否接纳顾念律师成为本所的合伙人。那就还说什么呀？咱们举手表决呗。在座所有的合伙人同意将顾念律师任命为新一批合伙人的，请举手。发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吧？顾念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结果的。这是最终结果，
他只能接受。你心里边很清楚，这对顾念根本就不公平。管理这么大规模的一间律所，本来就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尤其是个人利益和律所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那么就要牺牲顾念的利益吗？他为律所做了多大的贡献，你心里边不清楚吗？如果换作是你，你接受得了吗？我就是因为很清楚，所以在合伙人大会上我举了手。你去跟顾念谈一谈。我们并不是拒绝他成为合伙人，只是暂时把这件事推后一下。如果他真想成为合伙人的话，他就应该有这样的全局观念，把律所的利益放在他个人的利益之上。如果连顾念这种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又业绩出众的律师都不能成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的话，你让那些年轻的律师怎么看我们？你想过这点吗？我理解你的心情，也明白你的顾虑，但这是合伙人大会的最终决定，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包括你和我。你怎么搞的？我让你辞退方旭，你就编了这么个理由，你用不用脑子？不好意思啊，宋主任，最近咱们辞退了挺多的律师，都是用了类似的套路。只不过这次啊，方旭他找顾念来帮忙，我确实不太好办。谁？顾念？对，他来干什么？他这次是方旭的代理律师。他怎么说？他说要让您亲自跟他谈。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好。侯总，我们为您专门举行的模拟庭审马上就要开始了。本次庭审，李大为律师扮演审判长，令律和封律是您的代理人，而原告方代理人由本所的顾念律师和外聘的方旭律师担任。此外，还有侯总您专门安排的20位专业人士将全程参与旁听。好，现在开庭。为节省时间啊，法庭程序阶段就省略了，直接从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下面，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依据的相关理由和事实。去年9月28日下午3时许，我的当事人18岁的女儿杨艳妮在家中服用了月月寿品牌的减肥茶2袋。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杨艳妮在家中上网时突发昏厥，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后死亡。杨艳妮本人此前并无基础性疾病，而导致她发生猝死的直接祸首就是被告旗下的明星减肥产品月月寿。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每一杯月月寿减肥茶里至少含有240克的咖啡因，大致含量相当于12杯咖啡的含量。同时，此款减肥茶中还含有200毫克的瓜拉钠，这是世界上咖啡因含量最高的植物提取物之一。月月寿减肥茶长期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宣传和销售，获利不菲，但是却对产品自身的安全性疏于监管，最终酿成了悲剧。下面由被告进行法庭答辩。对方列举了一些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让我们来还一下案件的真相。你觉得冯主任会怎么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在答辩的时候说，刚才对方列举了一些事实，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再酷点就对了。他应该会首先建立起一套受害者有罪的理论，然后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死者身上。经过多方的取证，我们发现死者生前使用药物减肥成瘾，除了月月寿这个品牌之外，他还大量的服用其他品牌的减肥产品，
而且为了迅速达到瘦身的效果，经常超剂量的服用这些减肥产品。我们对于原告不幸失去女儿感到非常的惋惜，还有悲痛。但是从一些客观事实来看，原告的女儿是死于自己滥用减肥产品的行为，所以我方的当事人不应该因此而承担赔偿的责任。如果他真的这么说了，我们该怎么应答呢？月月瘦的广告样本在哪？广告。那我们就从这些广告词开始分析。多喝月月瘦，越喝越漂。刚才对方提出死者是死于过量服用减肥产品所致，我方认为这个阐述是不全面的，请看大屏幕。这里是关于一些月月瘦减肥茶的广告，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广告语：多喝月月瘦，越喝越漂亮。月月瘦，月月瘦。再来一杯月月瘦，轻松减脂，么么哒。从这些具有强烈诱导性的广告词中，我们不难看出，就算死者真的有过量服用减肥产品的嫌疑，那么也是受到了被告公司广告的引导，才诱发了过量服用的行为。在被告公司公开刊登的所有广告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警示标语和提示来证明该产品潜在的健康风险。是啊，对呀，重要事项。你们这是要来真的呀？我们可不能再谦让。千万别给我们面子，让全力以赴可是你们说的。别高兴得太早，现在只是暂时休庭，下午还得继续呢。方便吗？方便，审判长。我跟你说点事儿。来点。不，我吃不下。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先听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只有一个。那坏消息是什么？合伙人会议上决定了，你晋升合伙人那件事儿啊，被无限期推迟了。你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你从哪儿看出我专门找你来开玩笑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哪里不符合要求吗？我也是这么说嘛。可是他们说，不是什么条件问题，是必须要重新评估，你相关的影响因素。什么影响因素？这就是管理层的事情了，我不便透露。你的理由说服不了我。这不公平！你们合伙人大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事儿是有，可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想开点啊！这甘蔗没有两头甜。世界上那么多便宜，哪能让一个人都占来啊？想开点啊！这还挺好吃的哈。赵医生，根据被告方提供的鉴定意见，杨女士的死因不是过量服用减肥产品所致，因为减肥产品里所含的物质不足以致死。您对这份鉴定报告有什么想说的？还有，您认为杨女士死因到底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杨艳妮并不是因为减肥产品中所含的物质直接致死，而是因为减肥产品中所含的咖啡因中毒引发癫痫，导致她将自己的呕吐物吸入肺部，呼吸骤停而死。我问完了。赵医生，这是死者杨艳妮生前的照片，请问您能告诉我这2张照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一张看上去瘦一些。没错，死者生前身高1.70米，而这张照条件问题片拍摄是必须要重新评估还不到45你相关的根据影响死者以往的诊疗记录，我们发现他已经患有神经性厌食症。那么我的问题是，厌食症会诱发癫痫吗？有这个可能。这么说的话，杨艳妮的癫痫发作是否就应当归咎于月月瘦这款减肥产品呢？没事。如果死者身体上有其他问题的话，比如厌食症，那就不能做出如此确定的结论。谢谢你，赵医生。今天算打了个平手。你下午一直状态不好，出什么事儿了吗？李大为今天中午来找我，啊，说我被升任合伙人的事情被无限期的推迟。为什么呀？他没说什么理由，只是说是合伙人大会上投票决定的。他们是不想得罪宋嘉诚吧？这跟宋嘉诚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你跟封主任感情的关系，宋嘉诚一直和易审核过不去。上次讲书文的案子，他亲口告诉我的。易审核能有今天，那是因为代理了他的案子，他肯定会加以报复的呀。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我觉得啊，律所不会让你跟封主任都成为合伙人的。你想啊，你们俩能力都强，现在的感情关系又是这个样子，哦，要都成为合伙人的话，那他们压力多大，那还了得呀！所以这事上不了台面，也没法明说，你只能吃哑巴亏了。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恐怕不能接受。合伙人只看重你为律所能带来多少利益，当你个人的利益与律所的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你现在还这种态度，他们恐怕会更不高兴的。我不会为了取悦他们而委屈自己。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揭竿而起啊？我想让他们知道这是不公平的。等一下。你找我有事儿？这个。我来。我坐不住，我还有事儿。你有什么事说吧。方旭的事儿。啊，之前我听说了，方旭辞职这件事情，之前我毫不知情。直说吧，你们辞退方旭是毫无道理的，要么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要么继续履行他的劳务合同，你们选。我明白了。这样吧，你跟方旭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随时回来上班，怎么样？我问他的意见，然后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姑娘，我想给你个建议。什么建议？以后关于天伦乾坤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贸然插手，因为对于天伦乾坤来说，你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如果你贸然插手的话，你只会让
简单的事情变得更复杂。好像是你在让简单的事情变得更复杂吧？你安排手下的律师去抢李大为的客户，是你干的吧？这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他的那些优质客户天伦乾坤也想要。那你安排蒋淑文去宜盛河捣乱呢？这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吗？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干什么？今天在合伙人大会上，李大为以你抢他客户为由，拒绝我成为合伙人。宜盛河这帮人总干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姑娘，全下州不止他宜盛河一家律所，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尊重你的地方。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冲我来。原告方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吗？有，审判长。但我们需要申请月月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永红先生出庭。侯先生，请问您是否认识这个网站？对不起，我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原告律师的提问。耶，冯律师，真理吗？越辩越明，我可以回答。这个我不认识。这是一家以节食减肥为主题的网络社区，很多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朋友，都喜欢在这个网站上去分享她们节食减肥的经验跟感受。我请您关注这几个帖子。今天称了重，又瘦了3斤，奥利给！用月月瘦减肥真是有奇效，强推。这名发帖的用户名字叫牛仔裤的春天。这跟我有关系吗？您知道网络水军这个词吗？我不是很清楚。这名名叫牛仔裤春天的网友，他其实是一名男性，而且也并不存在减肥的困扰，他就供职于贵公司的营销团队。我们公司营销团队具体操作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这名用户发帖的 IP 地址，我们锁定了他发帖的位置，就是贵公司的办公大楼。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不过是很常规的一个宣传手段，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名网友在这家网站上一共发了143条帖子，其中有140个帖子都是在赞美月月寿产品的。我跟你说明一下，我们的营销团队不是只针对着瘦身群体去宣传，我们宣传对象是全社会不同圈层。但是只要你们公司针对了节食减肥的群体去做这样的宣传和误导，你们对杨艳妮的死就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产品是合法合规的，那个女孩是自己没有按照我们的说明去服用，擅自超量服用，这能是我们的责任吗？死者才18岁，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是非的判断力。他在网上看到了你们诱导性的广告，服用了贵公司的产品，导致死亡。你们必须对此负责任，否则会有更多的孩子因此而受到伤害。反对。审判长，原告律师这根本不是在提问，而是在攻击指责我方当事人。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我没有问题了。这
是怎么了？那么激动？你看不出来吗？他只是因为没有当上合伙人闹情绪呢。20位评审，15位支持原告，只有5位支持我。哎，2位，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侯总，这个统计结果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刚刚顾律师是在利用我们模拟法庭的规则漏洞，他故意在提问的时候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以此来诱导旁听的评审，让他们在情感上更偏向原告一方。但这种情况在真正的法庭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是，在真正的庭审中，判决结果是由合议庭做出的，不会受到这种情感因素的干扰。你们说的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但这个结果我不满意啊！哎，你们是不是想让我跟原告和解呀？不是这个意思，侯总。现在庭审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出来呢，您稍后再做决定吧。我希望你们说到做到啊！那俩是干嘛呢？都快把客户给弄跑了，这不是诚心捣乱吗？我们想办法把局面扭转过来。15比5，现在还是我们大比分领先。别高兴太早，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我明白。哎，走，下楼吃个饭，我请你。嗯。怎么了？坐。关于你离职的事情，我跟宋嘉诚谈过了。哦。你自己怎么想的？是继续留在律所，还是拿了赔偿金走人？说实话，我还在犹豫。我在想，如果我留下呢，未来有一天，会不会还会面临现在这个状况？那如果离开呢，我换了一家律所，会不会是下一个天理情况？我每天上下班面对的是什么呀？勾心斗角，恶性竞争。这不是我做律师的初衷。我现在有一想法，我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律所。想开自己的律所？好事啊！哪个律师不想拥有自己的律所？你也觉得是好事啊？当然是好事。不过，那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这个过程会比你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明白。哎，如果我真的开律所了，你一定是我最初的原始合伙人之一。哇！别开玩笑了。不，真的，我没开玩笑啊。哎，以咱俩的关系，以你的能力，你绝对是我原始合伙人之一，最初的人选。放旭，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是，宜盛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没有宜盛和，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明白，你感恩宜盛和，这没问题。我也感恩宜盛和，但真的姐，我们的未来呢？你想过吗？你想想啊，以你现在的处境，以现在合伙人对你的态度，你注定施展不开。除非你不想做一名出色的律师，只想以丰盛太太的名义留在这里继续工作。不对，你10几年前做过一次这样的选择，导致你10几年以后你要从零开始，你要打拼到今天。我不相信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哎，这事我们真的可以聊聊哎。红润，姑娘，我可以跟你谈谈吗？等模拟法庭庭审结束以后，可以吗？审判长，我们现在要向法庭出示的是我方专家辅助人、德国籍医生陈瑞林先生
针对杨艳妮女士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检查报告进行了医学分析和解读。陈医生的医学观点充分证明了杨艳妮女士在服用月月寿产品之前，已经患有了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在内的多项基础性疾病。那么对方所主张的死者生前一直身体健康的论断，可以不攻自破了。杨国律师，对这份证据内容有什么异议没有？我方认为陈瑞林医生对于本案做出的医学判断是不可采信的，其真实性存在问题。为什么呀？这位陈医生和被告一方的另一律师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证词难免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不能保证其客观性和专业性。我和陈医生之间从来没有过确定的感情关系，原告律师完全是在夸大其词。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对方律师在利用他和专家证人的私人关系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医学观点。这个指责毫无根据。我请陈医生出具评估报告的理由，是他愿意看在我们有私交的份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做这件事，这个完全不会影响他的专业判断。请原告就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发表你的意见，指出你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如果没有，那就请被告方继续举证。审判长，我们申请我方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就有关问题进行对质。没必要这么麻烦吧？这是模拟法庭。请求驳回。为什么？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是模拟法庭的审判长，一切由我来决定。审判长，我们认为您这个决定是有失偏颇的。你们两个啊，如果再无理取闹、大声喧哗，我就判你们扰乱法庭秩序。那还等什么？赶紧让你的模拟法庭进来，把我们俩都带走啊！我宣布，休庭15分钟，稍后继续。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想要公平竞争，别动盘外者。先耍手段的是谁？你就那么想赢吗？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别太过分了。要不然呢，就当不上合伙人了吗？合伙人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但是今年不行，还有明年，我一定会帮你争取到的。这是我应得的，我并不需要任何人帮我争取。我跟林怡都非常反对这个决定，非常。但是我们也只能暂时服从合伙人大会的决定。你不需要向我解释这些。这是你的律所。哎，喂，陈总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哎，顾律师，听说你怎么升任合伙人的事有变动了？您都知道了。是啊。这是律所各方面衡量之后的一个决定，但您放心，您的案子我一定会认真负责到底的。是，这个我知道。像你这么专业的律师，这一点我绝对放心。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哎，你为什么不向我学习呢？自己出来单干啊！陈总，您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跟您比呢？哎呦，你看啊，顾律师，你有这个实力，真的。哎，等你什么时候真的自己开了律所，你一定请我吃饭啊！行，一定。好。首先，我要代表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对死者的遭遇表示深深的遗憾。二，如果有任何办法能够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个人非常愿意尽一份绵薄之力。侯永红先生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他的公司永远会将产品的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是真的。我们的安全性标准一直非常高，这在行业内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任何专业人士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请问您有几个孩子，侯先生？反对，审判长。这个问题牵扯到我当事人的个人隐私，而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律师刚才已经问过了很多关于死者的个人隐私问题，而且我下面要问的这个问题与本案相关。被告当事人，你需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有一个女儿。她叫侯佳怡，对吗？对。今年17岁，与本案死者的年龄相仿。是的。据我们所知，您的女儿体重也偏高，最近正在服用一些减肥茶类的产品。您会推荐她来服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吗？你说话小心点，别把我女儿扯进来。